大家好，我是法山。最近呢，有一起刑满釋放人员成為影后的新聞就引發了很大的熱議。大致是一名叫做趙小紅的女性，在09年的時候，因瑣事和丈夫張博發生爭執並廝打，趙小紅呢持水果刀捅刺張博，致其死亡。案子經過2審最終陕西省高院作出終審裁定，確認趙小紅構成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被判有期徒刑15年。本以為故事到此結束，萬萬沒想到，經過獄內減刑的趙小紅行將出獄的時候呢，監獄裡突然來了劇組採風，他就抓住了這個機會，向劇組自述了自己反抗家暴後入獄的故事。劇組呢大感震撼，加上近年女性主義題材的電影頗受關注，於是呢，這個已然入獄11年的女人，命運的齒輪竟開始緩緩的轉動，一躍從階下囚變為了電影的女主角，並通過改編自己經歷的電影《來自監獄的媽媽》勇奪國際電影大獎，成為在中國影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毫無疑問此事引發了極大的輿論爭議。这一點集中在趙小紅自述是在反抗家暴的過程中致丈夫死亡，但判決書中並未提及家暴。而如果本案真的存在家暴，並是趙小紅在反抗家暴的過程中失手致張博死亡，那根据刑法的有關規定，本案就不应定故意傷害罪，而應根據正當防衛定無罪，最多呢也只能據防衛過當定過失致人死亡罪。而本案若並不存在家暴情节，那輿論會認為該電影就着實是歲月史書了。甚至女主角還通過自己的犯罪獲益，而這合理嗎？應該嗎？所以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件事呢？答：我們得仔細的辨析，在這個案子中到底是法律錯了，還是法院錯了，還是趙小紅和劇組錯了。問是不是法律錯了，是因為一個客觀情況是，在彼時的2010年，刑法第20條的正當防衛條款尚未被真正的重視和引用過。我需要先給大家介紹一個法律背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本案2審裁定案號是2010年的案號，距今已經16年。16年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我國的司法環境已經發生了極為重大的變化。比如司法機關對正當防衛的態度，我早在18年就介紹過在山東余歡反殺案和昆山龍哥案以前，正當防衛就如同刑事司法中的幽靈條款，像極了愛情，大家都聽說過，但從未見到過。為什麼呢？因為司法機關在審理此類型案件時顧慮是非常多的。比如一方因為防衛殺了人，他是不是就必須殺人而沒有其他的辦法了呢？有沒有超出必要的限度呢？如果我們僅僅因為他是反抗殺人就減輕或免除他的刑罰，那是不是就在變相鼓勵同態復仇呢？甚至最基本的，如果我們貿然判一方殺人而無責，那對被殺方的家屬來說，我如果不鬧你個天翻地覆，我對得起我來在你們眼裡是壞人，但在我心裡是親人的死者。出於審慎的考慮司法機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正当防衛的適用保守而有限，直到2017年的余歡案。余歡為了讓自己的母親免於受辱而反殺他人案件就在彼時成功的引起了全社會範圍對正當防衛的討論，並促使山東省高院在2審階段將余歡的刑期從1審的無期改為了2審的5年有期徒刑。但值得一提的是，該案中余歡被定的依舊是故意傷害罪。看得出法院在对正当防衛的適用上依舊非常保守而審慎。然後在1年後，一個叫龍哥的男人出現了。18年，醉酒駕駛寶馬車的龍哥強行闖入非機動車車道，與其自行車的於海明發生爭執，持管制刀具連續擊打對方的要害部位，刀脫落後就被於海明搶刀反刺，身中5刀，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案件引發輿論的關注以後9月1日，昆山市公安機關就認定於海明屬於正當防衛，依法的撤銷了案件。正當防衛在本案中被正式的予以了激活。此後2020年，兩高一部發布了關於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強調對於符合正當防衛成立條件的堅決依法認定，正當防衛才真正的在司法實驗中被廣泛激活，但依舊審慎的適用在司法案件中。是的，在1979年正當防衛便被寫入刑法的情況下，直到2020年關於適用正當防衛的指導意見才正式出台。這些都是中國司法的來時路，中國司法不斷進步的進程，都是由一個個如今看來只有白紙黑字的案件所標記的。而趙小紅案發生在2010年，正當防衛正式被激活以前。坦率說，那時的法律对正當防衛還沒有明確細化的法律規定和案例依據。在此情況下，如果你問老刑警、老法官、老律師，他們應該會告訴你，在彼時彼刻於糾紛中，如果是你導致了一個人的死亡，你要適用正當防衛定自己無罪，或是過失致人死亡罪，那你就是活在夢裡，不能說不可能，只能說難如登天。
然後一個法律知識點就來了，即本案定的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而非故意殺人罪。故意殺人罪是主觀上就想讓被害人死，而故意傷害罪是主觀上就只想要傷害被害人，只不过客觀上該行為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同時本案存在兩個重要情節，即趙小紅作案以後有自首和救助被害人的從輕減輕情節，且這些情節呢都可以側面證明趙小紅並無殺人之心，加上趙小紅自述他與張博婚後感情還算可以，因此呢法官自然會傾向於認為趙小紅並無殺人動機。這個情況下，人又已經死了，就必須要有一個人為死者負責，你原本是不用捅那一刀，至少不用往胸上捅的，因此法官就在當時呢給趙小紅定了故意傷害罪。所以你們認為如果本案發生在現在，案件結果可能會發生變化嗎？把你的想法都在公屏上。而我之所以還問了一個是不是法院錯了這個問題，是因為這一定是趙小紅會問的問題，因為如果法院判錯了，他某種程度就對了。而我們的检索到省高院二审裁定並未對趙小紅的有關行為是否構成正当防衛做出明確的評價，而我認為法院判沒判錯我不知道，但這份評價應該做。因為即使彼時司法實驗中並未真正適用第20條，但並不代表第20條不存在，且在本案中趙小紅的確有將反抗家暴當作自己的核心辯點。根據刑法第20條，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就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就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在这情況下，據趙小紅的供述，09年4月15日19時許，他躺下休息，22時許，張博說床沒有治好，叫他下來重新支床。床支過以後呢，他又躺下，張說床還沒治好，就讓他從床上下來。他不下來，張就拉他，他還不下來，張就用拳頭打他頭，後兩人呢就撕扯開了。張博強行把他拉下床，用腳踢他的後腰，他被打急了，就向衛生間跑。當他跑到客廳的餐桌旁時，看見餐桌上放着平時用的水果刀，就拿起水果刀指向張博，朝向他撲。他下意識地揮了一下，刀子就扎進了張博的胸部。他抽出刀子，看見張的胸部流血了，他就嚇暈了過去。如果上述供述為真實的，老公因為你沒有支床而打你頭，踢你後腰，你拿起水果刀指向男方，男方還向你撲，你把刀捅向他胸部。請問男方拳打腳踢，這是不是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呢？女方刀指男方，男方撲的過程中，女方揮刀，這是不是制止不法侵害呢？如果是，那為什麼這又不是正當防衛呢？強調上述只是趙小紅的單方面供述，畢竟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家裡沒有監控，不知道。而如果法院想採納趙小紅的供述，又有沒有辦法呢？有，我們待會兒說。現在我們只討論彼時法院為什麼不就趙小紅是否構成正當防衛進行論述。原因很簡單，就是在2010年，法院壓根兒就沒有想過適用正當防衛。真經歷過刑事案件的當事人，尤其是也包括刑辯律師，應該明白，判決書說理和寫議論文本質上邏輯一樣，先有結論，再行論證。而為了支撐結論的正確性，在法律有爭議的案件中，為了讓判決書放出去以後顯得沒有爭議，法官呢有時會刻意回避或者簡要略過一些對支撐自己結論不利的論據和論點。尤其是若本案還涉及到正當防衛的適用問題，在彼时彼刻正當防衛還是幽靈條款的情況下，不排除呢會有法官為了減少受理壓力而不在文書中就此進行詳細的說理。然後我們嘗試將本案放到可以適用正當防衛，當然時代背景也有所不同的2026年的現在，你会發現僅根據二審裁定書中所呈現出的同樣的案件信息，如果法院想認定趙小紅構成正當防衛，至少基於防衛過當定個過失致人死亡罪也沒有問題。比如說，如果這個案子上了熱搜，輿論關注度很高，且輿論呢对女方同情占更大的呼聲，那法官再看同樣的證據，首先支床是不是琐事？是，而男方僅僅根據這點瑣事就打人，這說明什麼？家暴成性啊！甚至都到這個地步了，女方還說自己和男方婚後感情不錯，愛。男方追着女方打，都逼到衛生間了，這說明什麼？男方步步緊逼，而女方節節敗退，在躲。這種情況下，即使男女力量懸殊，女方動刀子是不對，那最多也只屬於防衛過當，定個過失致人死亡總可以吧？然後，儘管本案有關事實細節只有趙小紅單方面的供述，作為法官，為了支撐我的觀點，我會在判決書裡強調有哪些證據呢？首先，我會強調依舊沒有支好的床。其次，女方身體傷痕鑑定報告有沒有被毆打過的痕跡？
同時，證人證言，尤其是可以佐證男方平時有打過女方的證人證言，以及现场勘驗是否能與女方供述相契合等等。但是这些至少在二審裁定書中我们沒有看到，裁定只說是雙方因瑣事而發生爭執，關於是否構成正當防衛的問題討論被法官迴避了。從過癮的角度，本案只有一種情況下，法院可以對是否存在正當防衛或者防衛過當不做出有關的法律評價，即趙小紅在整個法庭辯護過程中自己對反抗家暴情節只字不提，而在趙小紅在庭審中已然將反抗家暴作為己方的一個重要辯點的情況下，如果法院不予採納，其就應該對根據查明的事實，就張博是否存在有關行為，有關行為是否是家暴及反抗該行為所做出的造成的損害該如何刑事定性，做出具體的評價。而如果沒有，這就是一種回避。這些都是隱藏在二審裁定背後的法官自己的心思。我辦過很多刑事二審的案子，對此我很懂，甚至每一個辦過刑案的律師對此都會很懂。這時可能會有觀眾會問，不會吧樊叔，審高院也能有錯嗎？答：當然可能出錯。比如我此前就介紹過，我們所呢就有把案子打到最高法，推翻原審高院判決的案例。當然了，強調我這麼說並不是說本案就是冤案，也並非表明本案就一定存在家暴，也並非說法院就一定有錯。我不是本案的辯護律師，沒看過本案卷宗，我無權也不會做任何事實認定，我只是根據我個人的辦案經驗及我對司法機關辦案邏輯的了解，結合二審生效裁定書，從法律和司法實踐的角度給大家提供一些可以討論的角度而已。作為辯護律師，我們擅長給法律文書挑錯，也的確挑出過很多錯。然後在了解一些法律背景以後，我們就涉及到第三點，即是不是劇組和女主角錯了。問這個問題是因為目前一個板上釘釘的事實是，在生效法律文書中，趙小紅就是被定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且在文書中法院並未認定案件存在家暴。在推翻該生效判決書以前，在強調本電影是根據真實案件改編的基礎上，劇組對故事對趙小紅做任何的改動和美化都會有極大的道德風險。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本案中他是加害人，他是被告人，而作為本案被害人的張博已經去世，死人不會說話。是的，當劇組通過主張張博存在家暴時，在刑事案件中作為被害人的張博毫無疑問會被唾罵，而該家暴行為並未得到司法認定，甚至在二審裁定書中只是趙小紅自己單方面的供述，而張博本人則更是九泉之下難以為自己辯白。恰恰相反，那個殺了他的女人則就此成了人生的鬥士，成了女性生命力的象徵。換你，如果你是張博，你會怎麼想？說實話，在這部電影上映前，除了有關親朋好友，全國幾乎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個案子。而在電影上映後，毫無疑問會有更多人知道這個案子。而若沒有本案目前所引發的輿論爭議，那所有知道這個案子的人對本案的認知，或許就成了張博才是那個加害者，而趙小紅只是不得已的被害人。這是社會輿論另一個維度的未審先判。我們平時都說不要欺負老實人，同時我們也不應欺負死人。或許趙小紅主觀上並沒有欺負死人的故意，但是有關的行為在客觀上就難免給人這樣的印象。我認為如果趙小紅認為自己是因為反抗家暴而獲罪，那他最好提出刑事申訴，要求法院認定該事實是否存在，並就有關情節要求法院對自己的案件做出準確的法律評價。雖然這很難，即使這很難。而如果他未做這件事，就先把電影拍了，那由此出現的道德風險，他就必須面對和承擔。當然，除了道德風險以外，還要承擔由此帶來的商業風險的是劇組。其實對趙小紅而言，即使輿論爭議令他此後可能再也無法在鏡頭前揚名，他也的的確確因為這部電影做了一場關於人生的美夢。這是他平凡人生從未想過的美好經歷。他實實在在登上了國際電影節的舞台，享受了掌聲，成為了主角，即使他們到最後都破碎了，但這一切都實實在在的發生過。那些舞台與鮮花他看到了，也享受到了。而從劇組的角度呢，由此帶來的商業風險則就是其自身所必須要承擔的。這也對所有影視行業的從業人員提了一個醒，因為且不說是普通的影視行業從業者，即使是最高法出品的電視劇改編出了問題，輿論風險也是很大的。無論如何，趙小紅擁有了一個極具戲劇性的人生。在她人生的前半段，她戀愛，她結婚，她殺夫，她坐牢；而在她人生的後半段，她拍電影，她成主角，她得大獎，然後這一切的一切又在她認為自己即將登上人生的塔尖時，瞬間被輿論的浪潮所推翻和淹沒。如果你問我這是什麼，
我會想起電影《阿甘正傳》裡的那句話：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塊會是什麼味道。天地不仁，玩弄你我。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我是法山。全國辦案、案件委託及付費諮詢，請私信。我們下期再見。